真正的就一句话，他没见过女人。你说，哎，你侵犯我隐私，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？第一反应，如果是这个，你肯定有事儿。我感觉非常唏嘘啊，因为都是同类嘛，误伤其类，大家知道吧？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。就是你看，某大哥啊，这个70多岁了，那活得那么委屈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这怎么就混到今天这步了呢？那么叱咤风云一人，我操，那么叱咤，那当年是要压马云、马化腾一头的，然后说摔断肋骨了啊，攀岩、滑雪都很危险啊，说摔的时候你要像泰尔这样保护自己。哦，看来这个经验丰富，实战经验非常丰富。摔断肋骨之后没敢告诉老婆，我他妈听到这个我一下出戏了。这正常的夫妻关系，如果要是摔断了肋骨，那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老婆。就是我只能想出来一个道理，就是必须得装啊，必须得装成一个英雄。英雄的肋骨是不可能断的啊！阿基里斯怎么会死呢？怎么会中箭呢？所以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你老婆，还说出来了，这是第一个触动我的。第二个触动我的时候，就是他跟老段啊，段大哥在访谈的时候，他说我5点40起来健身上班，上班啊，用的是这个词上班。然后段大哥说，段大哥很天真的问说你上什么班啊？哎，我有工作呀，我现在有工作啊。把老段段永平啊给噎的没电了。当他的那个是摄像头对着呢，又不能摄像机对着呀，又不能不说话呀，就是说了一句：“那你是真喜欢啊？你真喜欢上班？”哦呀，操！在这一句短短的这一句对话里边，就像一个光子鱼雷一样击碎了我的心啊！就是有人真的喜欢上班吗？请问啊，有神经病真喜欢上班吗？就无法解释了，接不住了。老段说：“你真喜欢上班？”哎呀，也是段大哥的这个高情商啊，尽显无语。你搁我的话，我可能就接不上了啊。哦，我头脑一片空白。所以双方结束了之后啊，段大哥跟王大哥再见的时候，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话：对自己好一点儿。啊，这所有的是男人都懂啊，因为小媳妇儿在那儿站着呢，啊，虎视眈眈的，对自己好一点啊，无数的话咽到肚子里，对，就是浓缩为一句啊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大哥，对自己好一点。我操，相当之惨啊！人混到这份上，我是相当之惨。然后呢，第4个极其撕裂我的内心的，就是夫妻俩好像是在一个商务车的后座上，还是在一个什么地方，好像还特别放松的一个状态，俩人对谈啊，两口子对谈，那就，我个人觉得这种啊，以夫妻双打的形式，就像老高、小莫这样的所谓自媒体，应该伪人设是一个男欢女爱、一个夫妻和谐的这个模式吧。所以我就按这个方面聊嘛，我就聊着唇枪舌剑呀。我操，这个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看看那段，绝逼是唇枪舌剑。就夫妻俩在公开场合，而且是以恩爱夫妻档的形式出现的时候，两个人在唇枪舌剑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这公开都这样了，那你们关上门来，你们得打成啥样？哎，我跟你们小他们怎么说的啊？你承不承认你爱你自己比爱我多一点？女的说男的，你承不承认你爱你比爱我自己多一点？意思是敲打王石，你个糟老头子啊！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然后王石当场就没接住啊！小天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王石没接住。你承不承认你爱我比爱自己多一点？王石那个表情啊，比哭还难看啊！然后就是没输给地产啊，没输给社会，输给了这一段对话。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是吗？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。啊，不是，你爱你自己胜过爱我，操，说错了，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就是那不是夸，那就对了啊，那就是按着套路来了，这未按套路出来。你爱你自己胜过你爱我，你就是爱你自己都比爱我多一点，娇嗔着说。72岁的老男人没接住话，非常尴尬，说：“你问我吗？那你这次说对了，为什么？这句话怎么来的头啊？这王石问他几点回家？”哎，小娘子、小少妇出门，王石问几点回家，老问。
小娘子不干了，你这是干涉我的自由，你是控制，你这叫精神控制啊！我这是爱你啊，你爱我，你是爱你自己啊，就这么来的。说我过去3年啊，飞各个城市去见投资人啊，那你老问我几点回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要控制我。我操，这老王老头真的是为了配合这个小娘子小媳妇儿啊，真的是据说啊，这他对话里边说他也在见投资人啊，老先生也在见投资人啊，干什么见投资人？我就不理解，这干什么要见投资人？你还要投资什么？你不就是投资人吗？我真的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王石还要去见投资人，一个72岁的大企业家，你见什么投资人呢？应该是投资人见你呀，对不对？你要潘石屹、张欣怎么会去见投资人？开国际玩笑，你们都是同辈儿的呀。所以王石说，我回酒店第一件事就是发微信啊，问妻子的行程啊，帮他牵线什么文旅项目啊，配合他还要戴着假发啊，这样的话就显得年轻嘛啊，穿着内增高啊，显得非常的年轻有活力，这是活成了一个小丈夫啊，所以人家是大丈夫，这哥们儿就活成了一个小丈夫，年轻嘛，年轻丈夫，所以这个情况呢，就是深深的触动了我。为什么呢？一句话，就是如果一个女人啊真的爱你，如果你是男的，这女的真的爱你，你问你几点回家，你老婆会或者你的女人会非常心里边非常甜的感觉，是你在挂念她，牵挂她，你心里有她。如果这个女人不爱这个男人，她的第一反应是你要控制我。而且以我的社会经验，我个人认为绝逼有事儿了啊！这个小娘子在外肯定有事儿，为什么？就很简单嘛，就是手机。看过电影吗？有个电影叫《手机》，手机在里边就是手雷。为什么？因为张国立背着邓婕在电影里边啊，张国立在里边扮演的那个角色啊，那个叫什么？有一说一，严守一，哎，扮演严守一和张国立扮演的制片人，两个人都背着老婆在外边搞女人，所以他俩的手机都不能让老婆看，老婆一摸手机，他俩当时就翻脸。如果你这个男的，如果要是你心里边非常的健康啊，非常的坦荡，你老婆摸你的手机，你第一反应绝不是生气啊，你第一反应绝逼是你老婆可能自己的手机没电了。或者你老婆跟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她顺手就把你手机拿来了，这是你正常反应。如果你说，哎，你侵犯我隐私，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？第一反应，如果是这个，你肯定有事儿，只不过你担心没删干净。那个电影里边就是非常真实的，再现了那一幕啊。当年我的境界也不高嘛，所以我就不看这部电影，我就看到这部电影就是误伤其类哦。所以呢，我也没有想到。刘震云、冯小刚这两个不够意思的，把全天下老板那点秘密、男的那点秘密全都搬到大荧幕上了，所以这就没办法了啊。所以范冰冰本色出现，对啊，把小妹妹的电话改成10086啊。徐帆还阴阳他说：“哎呦，最近中国联通老找你啊，10086是范冰冰啊。”所以这个事儿呢。女孩也一样啊，男孩女孩男生女生其实都一样的。女生第一反应不是你牵挂我，而是你要控制我，你以后不许再问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后院有火啊，只不过这个火苗有多高啊，烧到了没烧到自己啊。王石过去的成就离不开岳父王宁的权势支持，以及前妻作为官宦女儿带来的资源。前妻叫王江慧。岳父叫王宁，王宁是什么人？王宁从1982年开始就在广东省担任副省级领导。大家知道广东就是王石发家的地方，担任什么副省级领导呢？如果担任什么政协之类的，可能也不值一提啊，或者没那么重要。担任什么呢？广东啊，我刚才说广西了吗？广东啊，广东省公安厅厅长，广东省公安厅书记，广东省纪委书记，广东省副省长，广东省委常委，广东省副省长，广东省委副书记。这就是王宁老前辈
啊，1923年出生啊，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的这么个老先生，你想他官得多大呀？广东省的公安厅厅长啊，纪委书记呀，省委副书记呀，谁敢得罪他呀？那是广东王，说是广东王也不差啊。那当然老叶家在那儿，但说老叶家不点头，他能上去吗？那跟老叶家那都太熟了，所以没有岳父王宁，老王的第一桶金就是从大连倒腾饲料、倒腾玉米到广东，一车皮挣10几万，那钱3000万就这么挣了。1980几年、85年王石有3000万，3000万什么他妈概念？1985年就是放到香港都是大富豪级别的啊，就是人家就是怎么来的这钱啊？这是靠能力。所以除了能力之外，除了个人能力之外，就没有一点其他的因素啊。所以呢，有这样的一个，他说有人说老王石他不也不高干子弟，那他看怎么说了？那跟你比他是高干，但是跟人家王江惠家相比，那人家绝对是低价了啊！因为他爸爸王石的爸爸是柳州铁路局的啊，柳州铁路局的你。还不是一把手。柳州铁路局，你虽然在铁路系统你可能说了算，有点影响力，但是呢，你跟广东省委副书记你能比吗？你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你能比吗？比不了啊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他人设就是一个女婿嘛，啊，乘龙快婿嘛。所以作为高干，广东三把手，有人说可以这么定义啊，就是所以作为所谓的乘龙快婿的这个人设啊，是他一直想逃出来的枷锁。可以想象啊，王江惠也不是一个有色的啊，王江惠的色气肯定也不够，因为这样的家庭出的女生啊，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啊，可能比较胖啊，比较不会风骚啊，这样的话也是王石的一个心病。当然也可以推理啊，这是我的这个个人经验，都可以推理，就是在2012年以前，老王呢应该也不敢玩儿。废话，你岳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，还是公安厅的一把手。大家知道，所谓黄赌毒都与公安厅有关，公安厅是他们的嫖把子呀。你在那儿嫖，那你完蛋了。所以呢，他应该是不敢玩啊，想玩也不敢，查起来也太舒服了。所以呢，老王啊没过女人关啊，太乖了。老岳父2013年去世。老岳父这么一去世，那该来的都来了，我操，那就是像压缩的弹簧，一定要蹦出来的。所以该来的结局终究是躲不掉啊。所以事到如今啊，又2013年他岳父一死，他放飞自我。2012年跟小田啊手牵手放飞自我，到今天又15年了吧？是吧？又15年了，14、15年了啊！这14、15年过去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所以他感慨了一句：人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那么有网友说，这不仅仅是一句感慨，更像是一张迟来的止损单啊。那么作为小田，最讽刺的在于利用所有人都认为她不是一个独立女性，所以人呐缺什么就喊什么啊，就是天天最缺的就是她天天强调的，所以她呢强调自己是独立女性啊。至于她有多独立，我们今天已经见证了非常独立，就是她可以呲王石，那绝对是。把王石呲的在镜头前呲的就是接不住话，让你下不来台。所以用王石的资源搭建了这么一个独立女性的人设吧啊，然后呢15年之后呢，就是王石有点跟不上节奏了。所以当王石还是地产教父的时候啊，王石是核心资源，而到了今天15年以后呢，王石就变成不良资产了啊，应该是一个失去了资源的首席资源官啊，你就是不良资产，公司要 lay off 你就是那个不良资产。所以王石的错误呢啊，有网友说啊，他把所谓女人的野心当成了进取心，把女人的交易当成了崇拜啊。但是我觉得说的还是有点太啊，这叫不是人话，说的有点太距离真理啊隔靴搔痒了。真正的就一句话，他没见过女人
你看，这大家很意外，这么大的老板居然没过女人关，为什么？就是王江会和他爹太厉害了，压制的他。当他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当他有5000万、1个亿的时候，他应该到处乱玩，过女人关的时候，哎，藏手机输10086的时候，用8848隐藏自己秘密的时候，他没做。然后呢，哎，老岳父一去世，他60多了，他解放自己。解放天性，没见识过女人，性压抑多年啊，以至于稍微有一点点姿色的女孩，稍微勾她，我操，失去理智啊，就像一个20岁的荷尔蒙冲昏了头脑，精虫入脑啊，就是叫这种状态是精虫入脑的少年人啊，出现了饥渴和狂野，所以呢，最后亲手摧毁了自己的原配婚姻不说啊，还亲手的给自己铸下了这种所谓性欲摧毁的爱情，感慨良多呀感慨良多呀。但是不是就是小天真的把他们的合影给删光了？如果是真的话，那我今天可以预言，如果是因为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也不看国内的媒体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可以预言那我那个乌鸦嘴说中了，就是有事儿了，哎，俩人有事儿了。你几点回来呀？那俩人有事儿了，怎么着啊？我去见投资人，晚回来点不行，不许查，哎，有事儿啊。那这事儿可能就是说，那老王，你要是第一，我不会到那程度，因为我在我男性教里边一定一再告诉所有的男性小教友，你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过女人关，等你们有了钱，第一关要过女人关啊。如果你们没有过女人关，女人就会把你关啊，所以现在呢，过不了啊，过不了。我个人觉得大概40岁以前必须要过女人关啊，最好是30岁以前啊，最好是结婚之前，婚前，你不要到婚后再过女人关啊，你婚后再过女人关，你很可能就是他妈弄得鸡飞狗走了。所以我在男人教推广的就是，年轻的男性在创业时候不要结婚啊，你不要着急。女性不一样啊，女性要早点结婚啊，过了30岁晚了。男性其实过了30岁你不要着急，因为你只要创业成功啊，你算力够，你资源够，你创业成功就是个时间问题。那35岁的男性还是有很大的婚姻市场，一手婚姻市场竞争力的啊，所以这个女性不是啊，女性35岁就没有了，男女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男性要过女人关，最好在婚前啊，最好是晚婚。对于男性，最好你娶的媳妇儿，等你过了关之后啊，什么叫女人关？很简单，就是你到底喜欢吃饺子，还是喜欢吃面条，还是喜欢吃米饭，还是喜欢吃日本料理，你得清楚，因为你这要吃一辈子。你是吃日本饭，还是韩国饭，还是中餐，还是四川菜，还是东北菜啊？这是你的口味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因为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特质啊，男人女人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只有确定你爱什么，你才能够跟他过一辈子，而不是过几年之后就是他妈的7年之痒就想换了。所以你怎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菜啊？我在男性教里边讲过，在早期的课程里边讲过，就是女性的这个生理特征啊，女性的心理特征啊，和男性之间一定要特别 match 啊，你这个婚姻至少要性 match 是51%啊，或者50%，剩下的灵魂 match 啊，什么三观 match 加起来，这个如果要是超过80%以上，这个婚姻就是很稳定的了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对，就是男人身边的镜子是他的女人，也就是一女人是男人的镜子，就是你别看这个男人有多牛逼啊，多吹，你就看他老婆。哎，跟他称双入对，整天出入场合，你看他老婆，你就知道他的水平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水平啊。因为这个我还是一个老派的男人啊，所以我看一个人，我虽然50多岁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看他到底是算力够不够啊，就是 IQ 够不够，智商够不够，能不能跟得上。啊，你说吃过、见过、玩过，那倒无所谓，那是可以后天积累的。但是 IQ 不够啊，脑子不够用啊，这玩意儿跟不上啊，那就没戏了，这就因为我对小田不感兴趣啊，熠熠双馨的艺术家我都不感兴趣，所以我知道他名字是通过王石知道的，然后我这查一下吧，这2天有这样的这个节目，我要说，我一看好像是成人教育，
就是不是那种正规大学生，就不是像我们那样高考考个什么本科啊、重点啊、211，不是，那这是一个成教。我们他也岁数不小了，80后吧，应该是啊，算是80后。那个年代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好像算力肯定是不够的啊，这个不用怀疑啊，这不用怀疑。所以这个，哎呀，这哥们儿真的是啊，我这老大哥真是啥他妈眼神儿，哈哈哈哈哈！所以这个是没办法。